你还在用提款卡领钱吗？现在开始用你的智慧提款，每集邀请5位高手进行最强大脑的战争，挑战 ATM， 把智慧变现。欢迎来到拜托 ATM， 我是未来银行的行长胡瓜，我是乡里 Sandra。未来银行的金库里面呢，存了很多现金，我们很乐意的提供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智慧变现金啊。今天主题是健康知识王大挑战。健康知识王，首先介绍第一位呢，也是老朋友了，王医师王恒奇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恒奇医师。他呢是心理医师，他是最喜欢参加益智节目的医师，最无所事事的医师。所有的节目他都来挑战过。真的，可他是来宣导一下，我们要重视心理健康啊。他就是因为答题心理才健康嘛。真的会有。多答题。你很喜欢看书对不对？阅读很重要，然后同时呢，睡眠也很重要。大家只觉得说，困半养老，其实睡不好跟忧郁症、失智症这些都有关联。反正他很厉害，各位注意就好了。接下来介绍 Terry， 欢迎。大家好，看看这个体格啊。对。再看看您的体格啊。我是他的学生。哎呀，不敢。可是呢，我被他训练，他是操什么呢？他操我2个小时，跑楼梯，还有什么重训啊、肌力啊、拳击、有氧啊，全部都有。他训练我的时候，我并没有瘦，我的肌肉变大只了。我是找到营养师，营养师说你这种身材先不能训练哦，你要让他瘦下来，对，把脂肪消掉才能训练哦。我是经过，不然问启琼也是一样。是的，没错，一定要先把脂肪消下来，再继续训练。你太壮去训练会变壮嘛？对啊，因为你原本就这么多。本来我们是听不懂运动，不是会变瘦，运动会变瘦，运动员就没有这个胖子啊，还是很胖。好，接下来介绍是我们的张佩珊，欢迎，大家好，也是健康主持人啊。对，主持过健康节目，然后之前当过新闻主播，但现在变成煮饭的主播，在家里煮饭。在家里煮饭是煮给家人一起吃。对，就1个礼拜7天，我大概自己会下厨5天哦，用这个方式照顾全家人的健康。我跟你讲，其实自己下厨才最重要。老人防止失智症，他要自己去菜市场买菜，回来做菜。做料理，他就会不会有失智症。那瓜哥会自己下厨吗？不会，所以我有失智症。所以在挑选食材的时候就要开始很用心，对不对？要规划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很重要。接下来是王瑞玲，大家好，我是医药记者王瑞玲，可以叫我瑞玲姐。他其实有2大门神呢，一个叫昂寿卿，一个王瑞玲，两个都对医疗这个很清楚，常常写书啊。写书，对，而且看他感觉脑力非常非常好，是来自之前有做了什么运动吗？我知道今天要上瓜哥的节目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然后我就昨天到河滨公园去骑脚踏车，因为现在 U-Bike 30分钟可以免费，30分钟可以免费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要先骑脚踏车？你知道吗？因为脚踏车它可以活化我们的这个脑神经，然后把我们这个思绪稍微重整一下，甚至肾上腺素把它发达一点。接下来介绍许琼月，欢迎。营养师欢迎，大家好。讲到营养师，对，一定各位要正常的减肥，一定要找营养师。不要旁门左道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人就是会自己当营养师，然后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减，然后有时候很多像现在很常看到的减重方式是常常就是说不吃淀粉，对，那这不行，对，一定要吃淀粉，这样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减重，然后再来就是跟我们的脑力也很重要。如果你不吃淀粉，你脑袋没办法使用，对，而且你会，而且你心脏力量也来自淀粉的，淀粉还是必须要吃的，因为大脑的能量是来自于葡萄糖，葡萄糖主要就是淀粉，所以真的不能不吃淀粉。可以少吃，但不能完全不吃。对，你可以少糖，但是不能不吃。接下来介绍2位我们美丽的女主播，是我们的刘怡涵主播，欢迎主播，她是明传大学传播管理研究所。接下来介绍最爱顶嘴的社会科普教育师陈启鹏老师。欢迎老师，他社会科普教育师又见面了，他很权威啊，真的很懂慈祥和蔼，慈祥和蔼。好，马上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。进行存款争夺赛 ，Sandra 讲规则。欢迎大家来到未来银行。今天我们行长呢准备了5万元的奖金在我们的银行金库内，请大家转身一看，
感谢我们未来银行由我行长提供5万块，所以我不会来帮你把关到底怎么样。我希望现金你们都提走，因为5万块不领完是不能结束的哦。对，那要怎么领呢？这一回合呢，只要待会行长说请抢答的时候，大家抢答之后就开始轮流答题，每答对一个答案就可以累积2000元。对，然后这一回合呢，准备了5万元，我们抢完为止，大家加油。来，第一题呢，当然是由我们刘意涵主播来签圈或叉。Sandra， 请出题。有这些症状，可能哭哭代表你不再年轻了。根据网络10万声量调查，请问中年人常见的健康困扰前10名有哪些呢？哎，请抢钱。请抢钱哦，不是抢答，你不能再按，要听清楚哦，不是记得。哎呀，请抢答。瑞玲，肥胖，肥胖有没有？恭喜答对，铁定进账2000。耶！接下来琼月，糖尿病，对或错？也有。恭喜有2000。接下来王医师，我的专长忧郁症。忧郁症，对或错？哇，现在忧郁症的人很多哦，真的很多。而且其实，在中年是第2个高峰期，是对。然后第1个其实就是在那个青少年那个年纪。青少年对，是不是经过疫情之后，他们不知道未来的去向，所以会有忧郁症？这也是一种那个整个世界转变了。然后另外呢，值得注意是所谓的 COVID-19 后遗症。它很特别，是说呢，一般的那个病毒感染呼吸道为主，它是跨系统的，骨骼、关节，然后将结缔组织，甚至连神经系统。我听到很多年轻人哦，都20几岁的，他的心肺都受损呢。会。他经过医院去测试，他吹不了那个气啊。因为发炎之后，然后它愈合过程中变结缔组织了，就没有原来的张力了。对。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恢复呢？是不可逆吗？其实要从一开始的时候，在发炎期的时候就要去控制它，让它消炎。哎，请加2000。Terry。国健署近几年一直在提倡的要预防3高的心血管慢性病，对或错？恭喜2000。接下来是张佩珊。我讲更年期好了，更年期也代表不再年轻，对或错？好，2000。中年人，有很多人哈，他在走路的时候就觉得，为什么我的关节有声音卡卡的？关节退化，关节退化，对或错？膝盖。恭喜2000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去打 PRP 啊，对啊，打一打舒服一点。我觉得一定要保养了哈，因为很多人要爱跑马拉松，你看运动员也在打，不是老年人哦。这是真的啊，因为其实你不保养的话，其实就跟我一样会去换人工关节，其实会很辛苦的。是的，来琼月，心血管疾病，心血管疾病对或错？对，请加2000。开始艰难喽。不是啊，因为你10名而已啊，前10名变得不喜欢色，性欲下降。这个也有啊，这很困扰。那是睾固酮降低吗？其实男生女生都有可能啊，因为那个这等于是内分泌不一样的性荷尔蒙会改变。对，那当然还有包括说，因为通常中年的时候要承担各种压力，养家，然后还有人际关系等等之类的，甚至还有教养，生理、心理双方面的都有。所以大哥都跟二哥不能联系了，对不对？几乎不能联系。这位大哥失联了，很难联系啊，很难联系就会心情就不好，就是脑袋有想法，身体没办法。没办法，而且色不是只有性，你的答案是性欲下降，对或错？有2000块。Terry， 哇，难了哎，剩2个。对。中年雄性秃。有可能有没有？中年雄性秃，对或错？对呀。前10名。为了雄性秃这边击掌，雄性秃。很多人听了都很伤脑筋嘛。我们男生哪能雄性秃啊？对，因为我刚刚想说雄性困扰，就是性功能开始有障碍的时候，通常会有雄性秃的问题。可是女生也有雄性秃的问题。我本来想讲落发困扰被讲掉了，对不对？落发困扰，所以他有很多指法嘛，对不对？来加2000，剩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最难。佩珊。我刚刚讲了更年期，那我现在讲就是代谢可能会有一些障碍或困扰，代谢问题、代谢困扰。恭喜！
请加2000。健康知识王哎，真的太厉害了，总共10个呢。那这样我们有没有全垒打？对，太好了。这10个题也都答完了，要不要补充一下呢？太优秀。有些我们补充。其中那个关节疼痛是大家比较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的，可是其实呢，关节的退化是20岁就开始了，然后只是中年过后，你的感觉起来会比较明显。那尤其是膝盖的部分嘛，因为常年来承受的重量是比较大的，所以膝盖关节痛，中年过后会很明显。好，恭喜啊！第一轮大家都是4000，我不用再宣布了。是的，航空还有3万，进行第2题，请出题。先这儿。俗话说“谦受益，满招损”。谦虚呢，能带来很多好处哦。请问，在古代的时候，对自己的谦称有哪些？请抢答。好，琼月。好，女生可以讲妾。妾称。答对了。来2000。王医师。好的，有看布袋戏嘛？素还真都怎么自称？劣价劣者。劣者那怎么写？低那个品质低劣的劣，然后者是记者的者。哦，劣价。劣者。对对，说自己是劣者。对对，谦虚。钱币叫劣币嘛，劣币，劣币就趋良币嘛，对不对啊？劣者对是谦虚的，对是的，答对了。谢谢老师。你看王医师什么都不看，看霹雳布袋戏，说谎丁，加2000。Terry， 劣比都是低下的形容，我就比人，比人啊，比人，对或错？答对了。OK， 来2000。我来讲一个比较通俗的，好了，晚辈，晚辈，来，答对了。请加2000。好强哦！我要讲一个大概比较，我以为他要讲一个错的嘞。有可能是错哦，对啊，因为有时候想说，小人。小人我有没有？之前是很谦虚啊。对，我虽然人不小，但是我跟他讲小人我。小人，对，小的啦。小的或小人物。对或错？小人跟或小子啊，都是对那个长辈的敬称。答对了。加2000。大人不计小人过。看到没有？我没有问他就急了。陈老师急了。我要 Q 他了，但是我觉得他刚刚讲的都没得 Q 嘛，所以他自己 Q 自己。那先不举，先讲。好，9月。小生。答对了。加2000。把妹的时候用的小生啊，或者是就是主要就是读书人，他们会觉得说自己还是学生，那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小，然后觉得就是也是显示自己见识浅薄，那所以也就是一种自谦之词。好，来王医师是。那通常我对那个陈启鹏老师的时候，都会称之讲墨学。末代的末，然后那个学问的学，墨学，墨学，他真的有读书哎，墨学，你干嘛这么惊讶？不是，他这个什么劣，刚刚劣者像墨学这种根本。一般人怎么会知道？对呀，你是从哪里看什么小说？基本上，当然之前就蛮喜欢看一些那个《金瓶梅》啊，还是言情的。金瓶梅也是，金瓶梅也算好书哦，因为它毕竟还是什么把那个时代的那肉个风土民情介绍很清楚。那以前那时候在台南一中的时候，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国文老师，就鼓励我们除了课本。把那些课文跟注释之外，可以的话也要尽量把一些那个文学作品给看完。这是老师的。一个不小心说出他是台南一中的。你刚刚讲的叫墨学，对或错？答对了。也有，厉害。你要不要解说一下？墨学跟小生一样，也都是读书人对自己的谦称，也同样是表示说自己学识浅薄的意思。Terry， 我刚脑袋飘过的是。古时候的那个功夫电影，里面有一个，比方说是少林武僧，他说老衲在下我，老衲在下，这是老衲还是在下？老衲沿袭南拳北腿，老衲，对或错？答对了。老衲你也知道。好，那我就承接这个“老”字，不要倚老卖老了，我们要讲老朽，加一个“朽”。老朽，来，对或错？答对了，增加2000。好厉害！这组医学也知道，文学也知道。来，王瑞玲。
有时候我常讲说贱内，贱内算吗？哎，我怎么今天都一直骂自己小人家贱内？可是贱内是应该先生，这是贱内啊。哦，那我就是那我改一下可以吗？可以改哈。哎，可以。对，好，那我改在下好。哎，在下对或错？答对了。所以贱内。哎，增加2000。老生就是台语，就是都会讲老心哇怎样怎样的，就是台语句。老生我，身体的身，老生对，老生，来对或错？答对了。哦，老生你可以增加2000。大家都好谦虚哦，破万了。老生为什么是一个谦虚的？老生是年老的女性对自己的谦称，说自己的身体比较腐朽啦，老了这样子，所以老生是可以的，是比较谦卑的一种说法。哦，王律师是，那来一个比较不寻常的好了，就大家都知道说那个以前那些诸侯在称自己的称号嘛，我先不讲。可是呢，贵妇就诸侯的妻子要称叫寡小君，就寡对，寡妇的寡，然后小是那个。渺小。我跟你讲，不要比赛了，你拿一张椅子坐那里。对啊，这样你跟人家比赛什么？你跟老师换一下位置。你到底有没有在看诊啊？有，而且那个最近考季快到了，还是有些同学跟我讨论怎么考试这样。哎，你会不会跟你的心理那个病患聊这些东西啊？你会跟你的病人聊这些东西？越聊越严重。不，他们聊得很开心，真的。对。华小军其实是相当冷门的用法，不过确实有这种谦称。答对了。你不知道他就是来踢馆的吗？我今天看到他，我就说又来踢馆。满满的火药味。孔子见男子夫人，然后男子夫人说，四方君子不入，然后寡小君子，我忘记全文了，反正大概就是从那边出来的。哦，来增加2000。打不倒 ，Terry， 哇塞，剩下6000哦，马上抢完了，我去救你了。我又从电影画面想到以前在赤壁之战的时候，就是在官跟上官在禀报的时候都小使我，小使，小吏他是小吏还是小使？小吏就是小的官吏嘛，官吏。你要讲的是吏还没有人字旁，有没有人字旁？有没有多了一根？使者。吏、末官、小将，我突然冒出好几个名字。到底什么答案？好好选哦。选一个。我倒数喽。小吏，官吏的吏啦。来，对或错？答对了。增加2000。好，我来想一个君臣之间的用语，因为臣子绝对不可以比君王聪明，所以他们讲话都要加一个愚昧的愚，很笨的意思。对，愚臣，对或错？也是一个谦称吧。答对了。来增加2000。这剩下最后个2000哦。他不是只说10个哦，他是你尽量可以。对。那我在想说，刚才有讲鄙人，可是我知道是鄙人。鄙人在下我。对，鄙人在下我，对或错？就很谦虚。答对了。增加2000。再一轮应该都可以哦，再一轮2轮应该都可以。来，各位看一下，我们行库5万都被你们提光了。因为你们都1人1万嘛，对，表示没有错过一题啊。这个也是节目开播到现在来的，再也破不了这个记录了。所以今天讲落谁家还不知道，看不出来。但是我们陈老师今天讲的比较少，来看我们稍微补充一下。那我们如果说是臣的话，是男子对自己的谦称。妾的话是女子对自己的谦称，但是如果连用臣妾的话是一种统称，就是泛指被统治的男女。所以像电视剧里面有说到一句经典名言：“臣妾做不到啊。”这个用法是错误的哦，是不可以的哦。你顶多只能讲说妾做不到或贱妾做不到，可以讲臣妾做不到。臣妾就是他就臣的老婆了嘛。对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一个点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都会认为说自称奴才比臣要更卑微，可是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大清律令规定，只有满族官员可以自称奴才。汉族官员只能自称臣，所以如果你是汉族官员自称奴才，你就叫做冒称，那是会遭到重罪的哦。所以如果是说你今天是
自称奴才的话，反而比成地位要高一些。你还没有资格叫奴才，因为你是汉人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意思的。对，这一组太厉害，5万块都抢完了。来进行下一回合，赢者全拿。接下来进行赢者全拿，Sandra，请讲示。赢者全拿超有趣的，跟上一回合不一样。上一回合我们直接从金库里面提款，这一回合我们必须大家一起努力，先把存款增高。怎么玩呢？这一回合会出题，大家有 A、B 2个选项。比方说有3个人选 A， 那这一题的答案就是 A 的话，一个人代表1000块会存进金库里面。那这一轮呢，一直玩到最后一个被淘汰的，看当时金库里面有多少钱。赢者全拿，马上灌入你的账户。赢者全拿有总共有3轮，接下来进行第1轮，请出题。台湾的健保制度广受好评，请问健保给付成年人接受哪个医疗项目 ？A. 每半年洗牙1次 ；B. 打第1剂子宫颈疫苗。请作答 ，A 或 B。5个人都选 A 耶，但是最后选的是配3，你比较慎重吗？你说，我就想了2秒，觉得因为我们每半年洗1次牙都是免费的啊，然后拿健保卡到牙医诊所就 OK 了，我好像没有付过费，所以我就选这个。因为男女嘛都有，因为子宫颈疫苗。是不是只有女生可以打？只有女生可以打，不是人的，男生就没有。男生也要打 HPV， 男生也要打子宫颈疫苗。对 HPV 要讲 HPV。我们没有子宫要打，为什么打这个？因为它本身跟包括菜花之类很多疾病，其实病毒是是防止那种。对啊，既然都可以打，为什么你不选 B 呢？我在想是会不会其实是给未成年人啊？我在想的是这个事情。正确答案是。每半年洗1次牙，大家都有经验嘛。每半年的时候呢，拿着你的健保卡到附近的牙医诊所洗牙的话，只需给付健保费咯。那刚刚呢，医师讲的没有错，子宫颈癌的疫苗，政府只补助国1的女生，然后拿第1剂打第1剂。那成人的话呢，要施打的话需要自费哦。请存入5000块，马上累积5000了。接下来第2题，请出题。身体上的毛都有它的作用，请问腋毛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？A. 增强人体气味 ；B. 减少腋下摩擦。请作答。好难啊！好。哇，都选一样的，好团结哦这一组。来，瑞玲，你知道有些，你知道像我是没有腋毛的人，对，也讲太多了，我连身上的体毛都很少，等一下，你这只是没腋毛吗？点播的8点，我这样问哪有人只有腋毛嘛？他头发很多啊，不见得，就是我觉得有没有腋毛，我觉得跟遗传也有点关系吧，王医师对不对？所以对，然后我要跟大家讲说，因为我有看过我同学他腋毛是那种喷发爆发的，知道女生哎，女生，哎呦，那不是像那师爷鼻子窜出来，对，可是我有发现到，它比较不太容易，就是说像我们在穿衣服摩擦的时候，有没有会比较会有那种汗水直接粘在我们的腋下，会渗出来。然后一样的运动，我说，你怎么没有流汗？他就说，你对我说，那是正义的。就有味道，反正那个会比较有味道，但是在就是摩擦上来讲的话，我就觉得是有关联的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减少腋下摩擦。我们会有腋毛呢，是为了缓解我们皮肤摩擦，因为我们人类直立行走之后，我们双臂就这样垂下来嘛，那会有腋窝，你这样走的时候呢，皮肤就会比较脆弱。那我们有腋毛的话，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腋窝咯。所以我要把头发拿一点毛来这里，移植。可是女生就会去把它刮掉，因为穿衣服嘛，对，好看，美观。像我脚是没有脚毛你们为什么一直分享你们有没有毛这件事情？所以请公布正确解答。已经公布了。一直讲毛讲到不知道。来，增加5000，聊着忘了。毛来毛去的。接下来进行下面题。
古代嫁女儿一样很重视嫁妆，下列哪样东西是古代女子出嫁时必带的嫁妆 ？A. 棺材 B. 家畜。请作答。哇，三个都选择带家畜。来 ，Terry， 请说。我记得哦，上一辈我妈妈那一辈传统的婚礼啊，就是只要迎娶的时候，上面要挂竹竿，好吃甘蔗的意思，然后还有苹果，然后还要它不是竹竿啊，它就是甘蔗。对，甘蔗，然后它还有附一个猪肉。对，那个老人家说下面挂低边哦，就是说以前家里没有家畜，就是我们家是很 OK 的一个家庭。所以我在想说，应该是家畜，因为棺材来说好像太久远了。我觉得，因为棺材应该是嫁过去以后夫家要帮忙准备的吧，这样才合理嘛。你嫁过去就是他们家的人，那但是你如果带着6畜带过去出嫁，6畜兴旺，对，就会有一个美意跟祝福。那选择 A， 它一定有它的道理的。我现在想的还是跟父权社会主义有关系啦。因为说真的，虽然说嫁过去对方人，但是还有一个叫7出啊，7样出去的7出，就是有7样罪状是可以把妻子给休掉的。那如果说万一真的被休的话，那就当然不能够用夫家的棺材了。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。好惨哦！草席包一包也是。还是说带着希望夫家升官发财啊？往好的地方想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棺材，我们行长说的没错，古代棺材取谐音，棺材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关心财富，财富就会来哦。所以棺材是有好的意义的，但是你不可能真的抬一个棺材去吧？所以呢，其实我们会用金子打造小的棺材模型来代替真正的棺材。对，3位请到那边静待啊，坐在那边雨伞区。哇，那个雨伞的功能就是你觉得丢脸就可以来遮脸的。可以休息一下，直接打开。来，这题2个人答对，增加2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痒的时候抓一下超舒服。研究发现，身体哪个部位抓痒时会觉得最舒服 ？A. 脚踝 B. 背。请作答。也分胜负了吧？第一题就分胜负了吧？太好了，对不对？也就是奖金谁答对会入他的账户，你们就可以回来进行第2轮。真的哦。对，你选择 B， 琼燕。因为我是观察的，因为我发现就是小时候我的弟弟都很喜欢叫我阿嬷帮他抓痒，然后不是只有我弟弟哦，就是我的那个堂哥堂姐啊，然后表兄弟姐妹，然后他们都会做这个动作，因为小朋友嘛，我就想说，我以前如果没有人帮忙，我会这样撸墙壁。你是熊哦。你家里有墙壁啊，这真的很舒服。如果有人刚好回家看到你那边，而且录到表情，我跟你讲。你没有听说抓脚踝抓到？我想的是那个神经分布的密度啦，因为脚踝分布的密度比背还来得高。比如说我们用那个什么两根牙签的话，可能脚踝搞不好可以辨识到大概是2-3公分以内，但是背部的话可以到5公分以上，都还不见得可以分得出。是，所以我想说最舒服的定义是什么？那我就是用神经密度分布的密度来区分这样。正确答案是。脚踝，没错。背呢，我们是因为自己抓不到，常常请人家帮你抓。但事实上，真的痒感跟抓完爽感最多的地方，其实是你的脚踝。那刚刚像那个医生讲的，没错，因为痛觉神经分布的密度来讲脚踝，所以是脚踝是最爽的。就没想到答案是 A 呀！来，请加1000。行长，13000要去哪里？到王医师的账户。马上变23000了，一战鳌头了。好，来各位请回来。可以回来了。我现在希望屁股有点肉。好，刚刚都赢着。接下来进行第2轮的第1题，请出题。甜点不够甜怎么办？科学家发现，往甜点上撒一点什么能够增加甜味 ？A. 盐巴 B. 白胡椒粉。请作答。瑞玲，
我们常小时候不是西瓜不够甜吗？妈妈说去撒盐，沾有没有？对啊，对，然后就西瓜变得超甜了，结果不是，就是其实是一个化学作用在我们的嘴巴里面。对。如果胡椒的话，我觉得不晓得西式有没有这样子，很难想象。白胡椒是一般的洋葱汤。哦，没有，洋葱汤是黑胡椒，白胡椒是那个油根或者是我忘记了。马古典啊。对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的答案是 A 盐巴。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对比效益，如果你觉得不够甜的话，你加一点点盐的话，有咸的提味，你就觉得更甜了。所以刚刚才会说有时候西瓜不够甜会沾一点盐巴嘛。但说真的，不能超过盐的比例，不能超过糖的5%，不然它就真的变咸了。对，不多益善，同心协力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这项记录说出来吓死你。请问下列哪个是人类成功做到的金氏世界纪录 ？A. 水下憋气24分钟 ；B. 裸体进冰桶8小时。请作答。哦，哇，可能要去旁边坐了。王医师有危险哦，很犹豫啊，非常犹豫的一题，因为两个好像都有可能。那因为我之前有看过，就是有那个什么，有那个有一个人他是在那个反正也是那种知识频道节目啊，他是整个在那种就是已经接近0度的那种河水里面啦，他游了11个小时多。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有可能是可行的。对 ，Terry， 你为什么选择？因为我在考救生员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有看过这个影片。因为我是中华民国水上救生协会1788级国际合格的救生员。赞，太厉害了！哇，这个名号，你选 A 就是为了讲这个，好像不太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那时候我们就是有背水肺测试啦，然后就看每个人的大概肺活量可以到达多少。是。对，那在没有水肺的状态之下，我们怎么去完成救生？然后好像印象中有看过一个国外的影片，觉得就是有这个记录是有可能的。是，对。我附和他的说法，因为我先生跟我儿子也都是救生员，然后也都有救生员执照，所以我选 A。正确答案是。水下憋气24分钟。我们现在讲冰桶好了，冰桶呢最高纪录是3个小时又6分钟，没有到8小时。对，因为呢就变成说你浸在里面，可能就会有太多身心上的挑战了。那至于呢憋气的话，金氏世界纪录是克罗埃西亚有一名男子，他游泳池中24分33秒水中闭气。我记得好像比这个还长。有，之前我听过有超过30。有没有申请？就差一步。对，那超过好像30-40分钟。对，因为这是很危险的，因为我们憋气18分钟之后，我们的肌肉啊、脑部啊、身体的氧气都会不足，你就会开始痉挛。所以它本身过了18分钟之后，能到24分钟，当然是一个很厉害的记录。来，黄医师。于是请哦，哎呀，3张任选啦，担心他的屁股，黄医师你可以3选1耶，3张并起来也可以啦。对啊。所以各位，刚刚你看他都2万多，以为是冠军吗？他现在不会哦，你们随便任何一个人都会超过他了，请再加4000。来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44%的自来水含塑胶为例，喝进去可能会造成记忆力下降。最新研究发现，怎么去除塑胶微粒最有效 ？A. 把水煮沸 B. 用滤水壶。请作答。哇佩珊想事情都想比较久，深思熟虑。我这次是用逆向思考法，我觉得把水煮沸只是气体的挥发，但是真正的塑胶微粒，甚至奈米级的微粒，可能都不一定有用。正确答案是。把水煮沸，其实是刚好相反的哦。一般的过滤器是没有办法过滤到塑胶微粒的，反而是你把它煮沸的话呢，煮沸加上滤纸的话，这样可以有效减少90%的微塑胶。双重过滤。王医师，你命特别好。
第一个他做不到几分钟嘛，第二个这些奖金也落不到别人家里。来，你回来归队，进行第3轮了。我的命够硬啊！第3轮第1题，请出题。小米酒是台湾原住民的代表性酒类。根据历史记载，小米酒最早是用什么酿的 ？A. 妇女的口水 B. 长老的眼泪。请作答。Terry 是原住民啊，对完蛋了，我答错的话，你用猜的吗？答错的话就喝多一点。你猜他也是泰雅族的呢。对，这个题目你来解释最好了。对呀。那基本上，因为口水我记得是可以发酵，不只是酿小米，还是酿肉品之类的，它可能会用到一个时期的时候，在庆典上把它拿出来。这样不是一直喝口水不是？不一定哦，因为它会加小米的时候，它会有发酵出小米的一些本身植物的汁液。那为什么要用口水？因为最早的没有发酵剂。口水是最方便，口水是发酵剂。对，现在不会用口水了吧？现在不会了啦。现在就天然。他才敢去丰年祭啊！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，这一定对的啦。妇女的口水。早期的原住民制作小米酒的方式啊，会先让小米捣成粉，然后女性咀嚼之后，我们要静置隔夜让它发酵，之后呢再加入小米粉酿酒，最后再加入水形成白色的酒。不过说的对，现在呢发酵跟制曲的技术已经很进步啦，已经没有人这样做啦。会不会有人挑说，我还是想喝口水那个？很坚持，因为那个才是原味嘛。有没有人会这样？妈妈的味道。之前那个电影《你的名字》里面啊，他们就是有那个日本某个地方，他们在祭祀的时候用的酒也是巫女去那个什么去咀嚼之后，对，那个口水是那是古老的传统啊。对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都是用发酵剂了。对，大家可以多多参加他们的丰年祭。想去啊！是好，请加5000。太好了！接下来一题，请出题。这个时间睡觉，人体才会分泌瘦体素。请问，想要不变胖，要在哪个时段睡觉 ？A. 晚上10点到12点 B. 半夜12点到3点。请作答。好，严格上讲起来，这题有陷阱。当然是越早睡越好嘛。对，可是他特别要的瘦体素。对，怎么会？应该想是10点到12点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一般人想才正常。因为你说半夜到12点到3，以你的角度讲，哎呦，你怎么那么晚睡？你会这样想吗？真的。但是你看他10点到12点，好像说睡12点就起来了，我还是不是因为12点睡，可能1点要吃宵夜。对呀。对，所以你怎么瘦呢？因为分泌很旺是很旺盛的时候是在更半夜嘛，那你在越晚的时候睡觉，你就不会进食啊。所以应该在半夜12点到3点，这时候瘦体素最旺盛的时候，你没有进食，也有可能。哇，王医师。这题一般我都是鼓励大家子时的时候睡觉，可子时就是11点到1点啊，刚好就跨过去啊。他很早睡啊，你很早睡嘛？对啊，我都大概反正不会到12点的。你没有看他很瘦，没有啊，我就知道，一定有个什么要跟着来。你几点睡？我想问。我都拖到1、2点。哇，那你还是蛮瘦的。可是我觉得，因为我现在代谢快嘛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晚上是真的会很热，它就是在代谢，所以那个时间都是3、4点的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半夜12点到3点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瘦体素分泌的时候，我们会抑制人体的食欲，增强代谢。但事实上呢，一天中瘦体素分泌最旺盛的是12点，然后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。如果你这段时间没有睡觉的话，那瘦体素就分泌不出来啊，你就没有办法代谢了。所以跟大家想的是相反的哦。哇，感觉好像那个投到最后一局、最后2出局的时候被打再见全垒打那种。加1000块。这是第3轮了，4个淘汰就你赢15000，请加入许琼月的账单。来，我们来宣布大家的奖金。目前呢，王医师是23000 ，Terry
佩珊、瑞玲姐都维持在第一回合的1万。那今天的赢家是我们的琼月25000。看到没有？刚刚进行到第1轮，我们就觉得王医师应该会是今天的擂台。他每次参加我的节目都差临门一脚，每一次啊，每一次都差临门一脚。从金童老时代就这样子，要晚一点睡，要晚一点睡。但是你求知欲之，我们让学习了哈。恭喜许琼月，马上进行我们最终战 Battle ATM。恭喜许琼月，恭喜！那今天有挑战是24000块，25000，来，我们请提款。好，这是你的提款卡。好，我们前往金库去提款，走。加油 ，Let's go！ 好，今天来到未来银行了，请插卡。金库已经打开了，里面钱25000是有机会拿走的。是。来，请看密码的提示。2个密码分别是总笔画40画的用网络看病，或是总笔画46画的到医院照 X 光。那就拿4个字成语，到医院照什么一览无遗。一览无遗之类的。对不对？哦，无所遁形。对啊，一览无所遁形这种用网络看病呢所以你要选择哪一题你来做回答，哪一题不要。那选择用网络看病好，因为笔画比较少。好，请锁定用网络看病40画。好，你要的这个题目锁定了。我们也应该来看看他没有选的到医院照 X 光到底什么呢？来，请公布。肝胆相照，相当好。他好强哦！对啊，肝胆相照，照着肝胆，但不是这个意思吧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！是什么意思？肝胆相照就是我们两个 body 啊，掏心掏肺。对，我们肝胆都连在一起的兄弟了啊！来这边用网络看病40，我们这个一开始公布题目就是60秒。好。你要写对字之外，笔画。其实笔画是你的密码，那个密码对了，你就可以提走25000。好，各位观众来用网络看病，请出题。抱薪救火，抱薪救火很简单啊，计时60秒开始。清楚啊。他写的16，清楚，要清楚，一清楚就不会写了，看看。真的。这个字到底几笔画？好，赶快按确定。好，停，几秒。抱薪救火用了30，也就是说你如果错了还有25秒可以更改。你的密码是12161104，对或错？错的哦。来，计时24秒开始，25秒，哪个字错的？还有几秒？还有8秒。刚刚是意思减了一所以你公布它的密码是13161104，对或错？错。还有8秒钟，计时开始。等一下。停。好，又改了。刚刚是几画？16，现在少一画。13151104。13151104，对或错？错了，太可惜了。你算上13加15是28嘛，28加11是多少？39加4是多少？ 43，但是你只能40。
你刚刚是40，我完全忘记有40这个提示了。这个就错了。对，应该是这个吧？对，等于说我抱着柴火去救火，这样是几画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嘛，8。心也错了哈。17，对，17。08171104对或错？这样就对了。你当是字啦，对了，他写那个报纸的报，我就玩那个抱，应该是抱住抱心。对，心就是木材的意思。你抱着木材，然后还嚷着要救火，可是你丢进去火不就更旺？更烧。对，所以我们也顺便学字啊哈。很抱歉你没有完成，请关闭经过。谢谢，我们跟他说拜拜。来，请到我们前面。所以每个人站在台上在写那个字的时候，其实是很紧张。对，你们在旁边看的会觉得，哎，怎么会这样算？对。可是当你在上面的时候就不一样。谢谢今天所有来宾大驾光临，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观众，一定要准时看我们节目啊！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尽力了啊！谢谢。